是什么在决定着我们的命运？大家好，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，我们不妨先来看一个故事。有一个人在春天走进了一个美丽的公园，但是出来以后，他非常生气地说：“这个地方又脏又臭，我下次再也不来了。”而另一个人也同时走进了这个公园，结果出来后却感叹道：“这里简直太美好了，到处都是鲜花，到处都是沁人心脾的芳香。”相信大家一定很疑惑，为什么同一个公园会让这两个人产生完全不同的感觉呢？原来第一个人进去以后，发现公园里有很多狗屎，于是他为了证明这个公园很脏，便开始到处寻找花丛下的狗屎。他将注意力全部放在了狗屎上，结果只看到了公园的肮脏。而另一个人却是漫步公园，眼睛总是在看那些美好的植物和风景。虽然他也看到了狗屎，但他总是绕开，因为他知道狗屎只会让鲜花变得更美丽芳香。他将注意力完全地投入到了欣赏春天的生机盎然当中，尽情去感受自然与生命的美好。其实这个公园就像我们的世界，这两个人代表着抱怨和感恩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，也代表了失败与成功两种不同的命运。不同的思维模式会导致不同的行为模式，从而导致完全不同的人生，完全不同的命运。曾经有一位智者说过，看到即得到，看到什么就会得到什么。其实不是知识与智商决定命运，而是思维模式在决定着命运。那么我们该如何转变自己的思维模式呢？其实最简单最快速的转变自己思维模式的办法就是不抱怨。美国曾有一位作家在打车时，无意间乘坐了一辆非常有特色的出租车，司机穿着整洁，车里很干净。作家刚坐稳，司机就递给他一张精美的卡片，只见卡片上这么写道：在友好的氛围中，将我的客人最快捷、最安全、最省钱地送达目的地。看到这句话的时候，作家的眼前一亮，心想这个司机还真是与众不同。这时司机又开口了：请问你需要喝点什么吗？作家更诧异了，于是问司机道：你的车上难道还提供饮料吗？司机微笑着说：是啊，我提供咖啡和各种饮料，而且还有各种不同的报纸。作家听了顿时兴致来了，问道：那我能要杯热咖啡吗？司机听后便从身边的保温杯里倒了一杯热咖啡给他，然后又递给了作家一张卡片，卡片上写着的是各种报纸的名称和各个电台的节目单。作家顿时觉得这辆出租车实在是太特别了，于是他没有看报纸，也没有听音乐，而是和司机聊了起来。途中，这位司机还善意地提醒作家离目的地还有条更近的路，是否要走。作家觉得温馨极了。在到达目的地后，作家好奇地问司机：为什么你的车费和其他人收取的都一样？但我坐别的出租车，司机都是抱怨堵车，抱怨收入，而你为何这么喜悦，而且还提供这么周全的服务呢？司机听后笑着回答道：其实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也像其他人一样，喜欢抱怨糟糕的天气、微薄的收入、堵车严重的一塌糊涂的路况，每天都过得很糟糕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偶然在广播里听到一本名为《不抱怨的世界》的书，书中这么说道：如果停止在日常生活中的抱怨，能让任何人走向成功。那时我突然明白，我目前糟糕的情况其实都是自己抱怨造成的，所以我决定停止抱怨，开始改变自己。第一年，我只是微笑地对待所有乘客，收入就翻了1倍。第2年，我发自内心地去关心所有乘客的喜怒哀乐，并对他们进行安慰，这让我收入更加翻了一番。第3年，也就是今年，我让我的出租车变成了全美国都少有的5星级出租车。而除了我的收入上涨的，还有我的人气。现在要坐我的车都需要提前打电话预约，而您其实是我顺路搭载的一个乘客。这位司机用他的亲身经历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：抱怨命运不如改变命运，抱怨生活不如改善生活。美国社会心理学家费斯汀格曾有一个非常著名的理论：生活中的10%由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组成，而另外的90%则由你对所发生的事情如何反应决定。也就是说，生活中有10%的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握的，而另外的90%却是我们能掌握的。这被人们称为费斯汀格法则。
他举了这样一个例子：卡斯汀早上起床后洗漱时，随手将自己的高档手表放在洗漱台边，妻子怕手表被水淋湿，就随手拿过去将表放在了餐桌上。结果儿子起床后到餐桌上拿面包时，却不小心将手表碰到地上摔坏了。卡斯汀非常疼爱他的手表，看到自己的爱表被摔坏了，就照儿子的屁股揍了一顿，然后黑着脸骂了妻子一通。妻子不服气，说是怕水把手表打湿才放到餐桌上去的，但卡斯汀却认为他的手表是防水的，根本没有必要拿开。于是夫妻二人开始猛烈地斗嘴起来，最后一气之下，卡斯汀早餐也没有吃，直接开车去了公司。结果快到公司时，突然记起忘了拿公文包，又立刻转回家。可是家中没人，妻子上班去了，儿子上学去了，而卡斯汀的钥匙又留在公文包里，他进不了门，只好打电话向妻子要钥匙。妻子慌慌张张地往家赶时，撞翻了路边水果摊，摊主拉住他不让他走，要他赔偿，他不得不赔了一笔钱才摆脱。待拿到公文包后，卡斯汀已迟到了15分钟，挨了上司一顿严厉批评，卡斯汀的心情坏到了极点。然后下班前又因为一件小事跟同事吵了一架，妻子也因早退被扣除了当月全勤奖。还有儿子，他这天参加棒球赛，原本夺冠有望，却因心情不好发挥不佳，结果第一局就被淘汰了。在这个事例中，手表摔坏是其中的10%，后面一系列事情就是另外的90%，都是由于当事人没有很好的掌控那90%，才导致了这一天成为闹心的一天。试想，卡斯汀在那10%产生后，假如换一种反应，比如他抚慰儿子，不要紧儿子，手表摔坏了没事儿，我拿去修修就好了。这样儿子高兴，妻子也高兴，他本身心情也好，那么随后的一切就不会发生了。可见你控制不了前面的10%，但完全可以通过你的心态与行为决定剩余的90%。这样的故事其实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中都发生过，因为抱怨导致了一整天的不愉快，甚至带来更大的损失。在现实生活中，常听人抱怨，我怎么就这么不走运呢？每天总有一些倒霉的事缠着我，怎么就不让我消停一下，有个好心情呢？谁能帮帮我？事实上，真正能帮助自己的不是他人，而是我们自己。那么具体应该如何做呢？天下只有3种事，我的事、他的事和老天的事。喜欢抱怨自己的人，应该试着学习接纳自己；喜欢抱怨他人的人，应该试着把抱怨转成请求；喜欢抱怨老天的人，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来诉求你的愿望。这样一来，生活会有想象不到的大转变，人生也会更加的美好圆满。人生是一次可以选择的旅程，我们无法把控环境和他人，但我们始终都可以把控自己。不满、抱怨、矛盾根本解决不了我们的问题，反而会让我们吸收大量的负能量，影响健康和心情。不妨试着去建立起一个强者思维，就是当我们在面对生活中的一些困难、挫折时，不抱怨、不逃避，迎面面对，直接去解决它。当现实和你的预期不同时，先别急着抱怨，而是怀着好奇问为什么，然后再去改变可以改变的，接受不能改变的。这样长期坚持下去，就不会经常跟自己过不去，跟别人过不去了。此外，对待身边的人要多用3不3多的原则。3不即不批评、不抱怨、不指责；3多即多鼓励、多表扬、多赞美。如果家人或同事的确有毛病，应该怎么办呢？在生活中你会发现有这样一个现象，有人给别人建议的时候，别人能够接受，但是有的建议别人听了就会生气。其实建议的方式是最重要的，就是3明治：赞美、建议、再赞美。慢慢的，你就会成为一个到处都受欢迎的人。优秀的人都是不抱怨的人，他们总是会把消极的想法从自己内心中扫除殆尽，让自己的内心充满了阳光与希望。让我们学习成为自己创造美好生活的人，进而影响他人，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、活力四射的正面能量。最后，希望大家也能把这神奇的3个字给朋友们吧，和他们一起来体验不抱怨的力量吧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。